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發。現在的 AI 影片工具，它開始有點像是在幫你做角色表演了。大家可能還停留在 AI 幫你生畫面、補素材，但是這次 WeDo Q3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，畫面、聲音、情緒、鏡頭運動一次可以幫你做好，而且呢是只用一段提示詞就可以出完整的影片。這個真的比我想象中還順口，而且很酸爽。夏天喝這個蠻可以的。你每次都說很快，結果每次都讓我等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可以先走啊。你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。那我今天呢就直接測幾個最關鍵的點，看看角色講話自然不自然，這種一次生成的結果口播呢能不能用，還有如果是多人互動對話的鏡頭會不會很順。在開始實測之前呢，我先帶大家快速的看一下 WeDo 現在裡面大概可以做些什麼。你現在可以看到的這個界面呢，其實它已經不是那種很單一功能的生成工具了，它比較像是一個 AI 影片創作平台，像是參考素材來生影片、圖生影片，還有很多的一個 AI 的模板創作都已經給到我們。那像是對口型的，還有視頻換臉的，這些基本功能都有。它其實呢也有很多已經做好的影片範本，你是可以直接拿來當參考的，甚至有些呢是可以直接改提示詞就能用了。另外一個呢，我覺得它這次比較明顯的方向是，它在強調角色加表演。它主打的是 Q3 的這一版，其實很多都是人物有情緒、有動作，甚至是帶有劇情的鏡頭，所以它不是單純幫你生一段畫面，而是有點在往幫你把一段內容演出來的感覺走。這個其實呢就回到我剛剛前面講的那個重點了，現在 AI 影片開始在做的是角色表演，不只是素材生成而已了。好，那界面的大概功能呢先带到這邊，接下來呢我就直接進到 Q3 的實測裡面，點一下這裡，看它實際生成出來到底可不可以用。那先來到這裡的模型這裡， WeDo Q3 這一版呢，它是支持參考生視頻、圖生視頻還有文生視頻的。那參考生視頻裡面呢，它是可以參考多張圖片裡面的主體生成視頻。主體這個概念呢，就是你可以通過上傳一張圖片，然後把這個圖片裡面的角色設為你的主體，之後你再生成的影片都可以用到這同一個主體，很方便就實現角色一致。確定點一下，設定主體的姓名。音色的設定呢，是為了你每支影片裡面這個角色講話的時候是同一把聲音。那這個主體角色有哪些標籤呢？你也可以輸入進來。點下一步，下一步要確定一下風格。如果這個角色這裡的風格寫了寫實，那生成影片的效果也會是寫實風格。如果不對的話，直接修改就可以了。下面就是 AI 對這個角色的一個提示詞的描述，沒有問題，點確認。那這個 Sam 主體呢就創建成功了。下次生成影片需要用到 Sam 的話，直接調用到主體就 OK 了。你可以繼續添加圖片作為參考素材，像是想要 Sam 在什麼樣的場景的一張場景圖，甚至是 Sam 穿什麼樣的服裝的衣服圖片，甚至是一頂帽子或一副眼鏡都 OK。只要在提示詞裡面描述上你要怎麼用這些素材在影片裡。那我就想生成這樣一個影片， Sam 站在天台邊，然後他的神情是壓抑但是有點克制的，鏡頭呢會從中近景慢慢推進到臉部的特寫，它沒有直視鏡頭，因為我覺得如果讓角色講話的話，他直接對着鏡頭的話就會有點假假的，沒有那種真實的表演氛圍，所以呢我就會設定好他沒有直視鏡頭，然後我會說清楚他說了什麼樣的話，他低聲說出有時候我不是撐不下去，我只是有點累了這句話。如果你生成的影片也有角色說話，你一定呢是要把語氣也寫上去的，因為語氣呢是要跟神情要搭的。我這邊的神情是壓抑，那我的語氣呢就是真實自然，帶有一點點鼻音和呼吸感。
這樣呢就能幫助 AI 準確捕捉到角色真實的情緒，它才會生成出你覺得沒錯，就是這種感覺的影片，就不會是那種假的 AI 片。OK， 接下來就是模型的選擇，選 Vido Q3 最新版，它是聲畫同步的，也就是聲音跟畫面同步一次性生成給我們，就是生成畫面的同時，它會讓角色唇形同步的說出你要說的这句話。如果你想要有多個鏡頭的一個角色的表演，那在提示詞裡面描述清楚，它是可以多鏡頭直出的。影片的時長可以是8秒、10秒、15秒，那我就選10秒。清晰度 1080p。生成模式是什麼意思呢？看一下左邊就是閃電出片，就是生成的速度很快。那如果你想隨便日常的創意，就可以選這個閃電出片。電影大片的話，它的語義動態細節會更加優秀。那我就選電影大片。影片的寬高比，我選個16:9。生成影片的數量1則，最多一次性生成4則，那我生成1篇就好了。OK， 點創作，在右邊呢，我們可以看到生成的結果。有時候我不是撐不下去，我只是有點累了。這種是比較吃表演的，你畫面做得再漂亮，只要一開口很假，觀眾就會立刻出戲。但是這段呢，我覺得 Vido Q3 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，它不是只有讓角色嘴巴動起來而已，它連那種講話前的停頓、呼吸感、情緒往下掉的感覺呢，都有稍稍的做出來了。尤其是這種近景，其實呢很考驗模型的，因為觀眾會一直盯着臉看，嘴型、眼神、情緒，只要有一點點不太對，整段呢就會很假，直接垮掉。但是這個結果，我會覺得它至少已經不是那種一看呢就知道是機器在念稿的感覺，它比較像是 AI 已經開始在模擬表演狀態了。可以直接下載影片，它還有一個抽幀這個功能，點一下抽幀，影片的每一幀畫面呢都會在這裡。那我們可以做它的尾幀的一個抽幀，點到最後一幀畫面，然後確認，它就會抽取最後一幀的畫面，可以把最後一幀的這個畫面作為參考聲視頻的首幀畫面，或者圖聲視頻，再延展後面的故事。那我就測一下 Vido Q3 的運鏡能力吧。用這個尾開頭幀，也就是圖聲視頻，鏡頭開始非常緩慢的從正面繞到角色的側後方。角色呢始終看着遠方，不看鏡頭。在鏡頭繞到側後方的時候呢，他輕輕的說了一句：“應該撐得過去吧。”那語氣呢，我就會更平了，像是已經接受的狀態，就銜接上這一個影片。那最後鏡頭呢，就停在他的背影，可以看到遠方城市的構圖，人物角色呢變成畫面的一部分。這裡有一個影片時長的問題，我覺得要提醒一下大家，你在寫提示詞的時候，要先大概的捉一下這個場景需要多久。比方說鏡頭移動加講一句話加一點點動作，可能其實只需要5秒。那你如果硬要選15秒生出一個影片出來的，那結果呢反而會變得沒有那麼好去控制。反過來也是一樣的，如果你想要做15秒的影片，你的提示詞呢就要寫滿這15秒的時長，讓畫面呢是有東西在發生的。這個其實多試幾次，有經驗之後呢，生影片的時候你就會慢慢的捉到這個感覺了。應該撐得過去吧。角色沒有變掉，情緒呢也沒有斷掉。不管是角色的人臉、氣質，甚至是那個情緒的狀態，它是有延續的。它不是只接畫面，是連表演的狀態呢都有幫我接上了。這個其實就比較接近，你真的可以把它當成一個角色去經營。好，那剛剛這一段呢，其實算是比較單一的情緒的口播測試，就是一個人站着，情緒堆疊，講一句話。接下來呢，我想把難度再往上拉一點，
因為現實在拍短影音，很少有人是站着講完一句話就結束，更多的情況其實是一邊做動作一邊講話，甚至中間會停一下轉場再補一句話。也就是說，他不只是會講話，而是要在動作裡面講話。所以呢，這裡是我的第二個測試了，是一個比較偏生活化的場景。一位年輕的女生站在便利店商店外的騎樓，自然地拿着一瓶果汁，先看向鏡頭，露出輕鬆的笑容，接着喝一口冰飲，對着鏡頭說：“這個真的比我想象中還順口，而且很清爽。”說完這句話之後，她會有其他的動作，輕輕的點頭，邊走邊回頭，再去說下一句話。夏天喝這個蠻可以的，整體的動作要自然，像日常分享的短影音。這種其實呢就很接近現在的短影音 UGC 的那種節奏。我們也可以順便看一個重點，就是當角色的動作變多，節奏被切開的時候，他的嘴型、情緒、口型同步的情況，還有整個影片的連貫性會不會出問題。那跟剛剛男生同樣的操作，可以把女生角色也設定為主體，因為這就是我的圖片，那我就直接叫發發這個主體名字。OK， 接下來呢就是影片的時長，10秒，我覺得按照我這個提示詞的那個語言鏡頭來說，是時長是 OK 的。那寬高比這邊呢，我想生成一個9:16的影片看看，同樣是先生成一則影片，然後點創作。OK， 感覺是我想要的一個生活化的情景，而且女生感覺也是很活力的。直接點開影片看清楚一點，這個真的比我想象中還順口，而且很酸爽。夏天喝這個蠻可以的。不是什麼酷炫大片，反而是這種現在最常見的短影音口播，看起來像是真人隨手分享，有一點生活感的東西在。轉換率有時候呢還會更高，所以 Vidu Q3 可以把這種片段做好，它的實用性真的是會挺高的。這段我看下來的感受就是，我覺得它的優勢不是畫面變得很厲害，而是整個人講話的感覺不僵，像是停頓，嘴型表情是往可用那個方向上靠了。而且你會發現，這種內容以前最麻煩的是什麼呢？你要找人去拍，要錄音，要重錄，要剪掉卡詞這些。但是現在如果你只是要一支有真人感、有口播感、有基本表演感的片段，它其實已經開始能幫你做廣告、接案變現了。那如果你今天呢是想要更穩定的控制角色，像是想讓他穿上針織毛衣、花裙子，扎上馬尾辮，戴上眼鏡，甚至是場景呢你都要用固定的，那就可以去到 Vidu 的生图欄，先用提示詞把角色生出來，把人物的臉、衣服、整體的狀態全部先鎖住，再用你生成出來的滿意的圖當做主體，再去生影片。可以直接在文生圖片這裡用文本來生成角色圖，也可以用參考生圖，寫上你要的提示詞，然後可以上傳一張你想要的角色人臉的圖片。我還是想用自己的人臉去生成一個角色圖，但是呢，它就會幫我改一下我這個角色的一個氣質、穿搭，還有一個整體的情緒，像是我這裡的提示詞呢，都有描寫清楚了。點開選擇你想要的生圖模型 Nano Banana Pro、Nano Banana 2還有 Vidu 的 Q2 都 OK。那 Vidu Q2 呢，它是有免費生图次數的，大家都可以免費去試。清晰度的話是 1080p， 寬高比的話呢，如果生角色圖的話，我會選擇生一個9:16的，因為基本上全身或者大半身的照片呢都可以展示到。OK， 點擊創作。那這個角色的氣質還有他的情緒和他的衣着都是我指定的了，之後我就用它來作為主體來生影片。那這邊呢也有保存為主體，跟之前的操作是一模一樣的。我給他選了一個配音員的音色，就是不太開心的女生的聲音，因為我後面做影片的想法是男生跟女生在咖啡廳裡面有爭吵有衝突，那他的情緒是有點不開心的。OK， 那接下來呢就生成男生的角色，
再把男生的圖片和提示詞補充一下，內搭、外套、褲子這些我全部都指定了。OK， 點擊創作男生角色，你可以多次調整，直到生成的角色是你滿意的，那就把它保存為主體。角色生成好之後呢，你還可以生成你想要的场景。在影片生成的时候呢，用上你指定的场景。回到參考生視頻這裡，點開主體，就可以看到我剛剛保存好做好的主體。點開呢，就可以作為我影片生成的角色。再把場景的圖片呢導入進來。提示詞呢，我是這樣寫的：場景在咖啡廳裡，引用一下圖一的咖啡廳場景。引用也很簡單，引用鍵，然後選擇你要引用的圖片或者主體。因為我的場景裡面呢是有很多東西的，桌面上有咖啡，有唱片機，還有書本，那我就要求桌面上只放着一杯咖啡，沒有其他東西，就比較符合一個等人的場景。女生，然後引用一下這個女生的主體，坐在窗邊的座位上，兩人坐着有一點距離。女生就說了：“你每次都說很快，結果每次都讓我等。”鏡頭呢再切到男生這邊，同樣的是引用一下男生主體，然後是一個近景，他就說了：“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可以先走啊。”然後就開始產生了一個情緒的衝突了。再切回到女生這邊，她皺起眉頭，小聲但是有情緒的說：“你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。” OK， 都描寫清楚了這樣一個對話。那模型這邊呢 ，Vido Q3， 影片的時長我覺得10秒就 OK 了。1080p 電影大片，16:9的寬高比。OK， 點創作。你每次都說很快，結果每次都讓我等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可以先走啊。你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。這段的難度還蠻高的，兩個角色在對戲加鏡頭的切換。先講講角色部分吧。兩個人的人臉呢，基本上是很穩的，沒有出現那種切鏡之後直接變另一個人的情況。而且女生跟男生的氣質、情緒也有維持在同一個狀態裡面。再來就是他們的對話。在講話節奏上呢，它是有做到停頓的感覺，不是一句話直接念完，有像真人在對話那種卡頓感。然後呢，我覺得這段最關鍵的就是鏡頭切換，因為這裡是女生講切男生講，再切回女生講話，這種其實很容易出現節奏亂掉、畫面跳走，甚至角色接不上來的感覺。但是呢，這一段的切鏡是很順的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可以先走啊。你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。整體測下來，我會覺得 Vido Q3 比較明顯的一個方向就是，他開始讓角色做真實表演，不管是單人講話、動作口播，甚至呢到剛剛那種雙人對話，他會有情緒，還可以主體一致，一直延展故事。以前是 AI 幫你生片段，現在就比較像是在幫你養角色了。如果你是要做短影音、UGC， 或者呢是一些簡單的劇情內容，這一整套流程呢是可以直接上手的。相關鏈接我會放在資訊欄裡，大家呢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。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，拜拜。有時候我不是撐不下去，我只是有點累了，應該撐得過去吧。